Hello， 大家歡迎來到地球玩家魔法手冊，我是療癒師月月。今天這一集的 YouTube 有點不太一樣，既不是 Podcast 也不是 Vlog， 是因為呢，我也即將開始在錄製一些大家對於我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這裡的個人經驗跟感受。然後今天想要打開的主題就是大家都應該知道，我這陣子在尼泊爾學瑜伽師資 RYT 200嘛，然後我就發現到說，其實很多人都很好奇說，就是這 RYT 200為什麼要在尼泊爾學，然後跟台灣有什麼不一樣？那我們在尼泊爾學的經驗，也許就可以來跟大家分享看看我們兩個人的視角对於這件事情的感受解讀，還有我們親身經歷在這裡發生的一切也分享給大家看看，然後也可以讓你們去感受看看，如果你有認為說你會想要用這樣的方式去探索看看自己更多的可能性，那非常歡迎大家。所以今天呢，反正就是我就邀請我的朋友 Uni 來跟我們一起来聊聊這件事情，因為我們兩個一起來參加這個課程，然後到現在課程也進入到一半的時間了，所以好像是一個很好的時機點，也來跟大家聊聊我們這件事情看法，然後加上兩個人的觀點、兩個人的感受，又給大家更多的參考範圍。我列了幾項大家可能會好奇的問題，跟我們在來之前其實也好奇的問題跟大家分享。我覺得我們可以先來聊聊到目前為止，你覺得目前的體驗如何？而且超好笑，你知道我們在錄製之前，今天才發生一件超級無敵考驗我們個人修行的一件事情，然後好像就是為了要讓這個影片更完整，注定發生在今天呢。对，超級無敵有趣。我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是什麼好了，因為我們的瑜伽課呢是這樣子的哈。首先第一件事情，所有的行程，那當然尼泊爾它有分非常多不同的瑜伽課，但是我們選的這個瑜伽課是它是在一個瑜伽的中心，所以你的吃住所有的生活，包含瑜伽，你都會在這樣子的區域完成一切你一整天需要的需求。所以我們一整天是都待在同一個地方。相對跟老師的緊密程度也挺高的，因為畢竟他幫我們準備早餐、中餐、晚餐，然後我們的課程又從早到晚，所以很緊密的相處之下，會有蠻多很有趣的事情發生。而今天呢，就是特別有趣的事情發生了，你要不要跟大家說說看？好，反正就是呢，我們的瑜伽老師從我們一開始進來，然後就是對我們就是非常的有愛，然後親切這樣子，然後跟我們的互動就也比較像朋友，就是沒有那種上對下哦，我是老師，你是學生的那種感覺，就是因為我們两個個性就是比較皮，比較愛嬉鬧，很吵，這樣就是老師可能講一個術語，然後我們就會給他加尾音之類的，延伸的很好笑。對對對，然後我們前面的相處模式就是可能老師看我們這樣，他就是會跟着我們一起玩鬧，對，然後呢一直進行這個模式大概十幾天左右，對，然後所以我們已經習慣這個模式，因為這2天感覺就是老師好像特別的忙，所以我們就想說，他的態度有點轉變，就是變得有點嚴肅，對，然後因為我們上課本來就會講話，然後他就變得從昨天只是有點嚴肅，到今天他是直接跟我們說不要講話，對 ，Be awareness of your pulse， 對，大概就是這個進行模式。然後呢 ，Uni 他其實就突然被這樣子的轉變有一點反應不過來，那我也是，但他比較特別的事情是，他有一個很強烈自己沒有預料到的 PTSD 居然出現了。對，這個跟他過往所壓抑的東西，跟他正在面對的課題有關聯。對，因為我從台灣來尼泊爾，然後前面這10幾天，我的身體有很大的變化，就是我從之前失眠，然后到現在我每天都睡得很好，所以我的身體覺得這邊很安全，真的，所以他突然有一個轉變，然後就讓我我就自己腦袋就很快去聯想，就會覺得說，會不會又變成以前那樣？就是老師其實也沒有實際對我們做什麼，然後我就已經去想到說，天哪，我會不會因為這種壓迫感，我今天晚上又要失眠了這樣子？然後我就剛上課的途中，我就去廁所，然後我就聽到我的心跳這樣砰砰砰砰砰砰，我想說，我是喝酒了是不是？就是對，我就有點嚇到，我自己的身體反應超級明顯的，對。然後我們剛才又在討論這個話題，這樣。因為呢 ，Uni 他之所以會一起出現在尼泊爾，是因為他在來之前他是辭掉他
很穩定的工作的。然後這個決定對他來講，其實翻攪了蠻多他過往從小到大其實沒有遇過的議題都慢慢浮現出來，所以他長期一直在一個很壓抑的情況之下，那個壓抑同時也包含着滿足可能別人對他的期待，然後或者是必須要照顧身邊的人的那種責任感，所以導致他在台灣的時候長期失眠，然後身體起出很多的狀態，然後真的是因為有一個很大的聲音跟很大的契機，才讓他覺得說我不行再用這樣的模式生存下去，他必須做一些改變，所以他才決定辭掉工作，然後開始去探索這個世界，出去旅行。而尼泊爾是他的第一站，所以他沒有想到，他過往在台灣連他都沒有意識到的那些壓力，已經讓他長期失眠到生理調節功能可能都有一些問題的時候，他怎麼看醫生，然後怎麼樣去想辦法解決，吃藥都完全無法改善的時候，居然來尼泊爾第一天就解決這個問題，秒睡。他秒睡之外，他原本前天還很慶幸，想說可能就只是因為太累了啊，然後轉機什麼的，殊不知就是一路好睡到今天。對，而且我之前不只是因為可能有些人只是失眠，然後睡着之後就很難叫起來，可是没有，我是全部加起来，我是失眠加淺眠，又很难入睡，对，又多夢，就是全部各種症加在一起。然后我現在也是，我秒睡之外，我是一觉到天亮。就是、对，重点是外面超級吵，就是我虽然還是有戴耳塞，可是会有还是鸡的声音、鳥的声音、狗的声音，然後就这些完全已經干擾不了我，我就是睡得挺好的。所以他在如此放鬆的情況之下，然後老師的這個轉變，就突然讓他所有的那種不安的感覺就回來，就覺得好像好，我現在有個很明確的感覺是。這個氛圍感變了，因為他也是很敏感的人。那這個氛圍感變的時候，開始引發他很多過去不好的經驗。他去廁所的時候才發現，滿腦子都是我會不會又失眠，我會不會又回到以前的狀態，會不會這些都是假象？那種很強烈的焦躁感又回來。所以我們就好好在剛剛吃飯，就我們在錄之前1個小時就來復盤了一下這整件事情，然後就發現一個驚為天人的事情是。一切都是我們想太多，對啊，就是所有恐懼，就是都是我們自己想象出來的，因為它根本就沒有發生，可是它就是會在我們腦袋這樣轉，然後就會造成我們焦慮啊、睡不着啊、失眠啊，然後你神經系統就繃起來，你一直想這些，你怎麼可能會放鬆？對，真的對，可是其實這些事情根本就沒有發生。很有趣，我舉一個剛剛的例子，超級好笑的。因為其實我們後來怎麼去復盤呢？我們是先抽奧修禪卡，我想透過奧修禪卡來引導我們說，這整件事情的客觀局面到底是什麼？是真的老師變了嗎？還是老師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呢？然後會不會其實是我們內在的投射呢？然後奧修卡牌一攤開來之後，他就完美的說了這整件事情的脈絡。那時候奧修禪卡就說，老師其實某種程度是刻意安排這樣的環節的，因為過去我們可能對於這些瑜伽體是還有這個環境都不熟悉，所以他給我們一個最安全更自在的一個環境。可是到了瑜伽修行的中期的話，我們可能要收回一些能量，要慢慢讓定位自己說，好，你現在是一個即將要服務更多人群的瑜伽士咯，那我們應該要再更專注在自己的覺知跟自己內在的聲音。可是突然要把我們以前很外放，然後同步又在往內覺察的這個節奏，突然要變成我要大量的往內覺察，那一些外放的情緒跟笑聲好像都需要收斂一點點的時候，我們兩個就有一點抗拒，因為翻攪我們情緒的是，第一，你是不是在控制我？對。然後第二，你是不是表裡不一？我就覺得說啊，不是叫我們不要壓抑嗎？啊，現在又要壓抑了，是不是？啊，我就想笑。對，現在叫我不要笑。對。然後第三，你是不是其實有家裡出了一些事情，然後你把情緒就是帶給我們這樣子，然後就是我們就滿腦子突然有這一些東西翻攪出來，所以後來這個牌面就也說到一個很關鍵的東西是，這些翻攪是被安排好的，跟刻意要被發生的。我們就透過奧修卡牌才知道，好，那如果這些東西都是一切注定要被安排的話，那為什麼我們有這些情緒出現？我們來好好更客觀的去剖析我們這一些感受。我們開始往內去看，也許那一些我們認為被控制，他的情緒不應該出現在這裡。在這個背後，我們就開始發現，原來我們對於這個環境產生了強大的依賴感，而這個依賴感是過去的權威教育體系下所養成的一些內在信念，所以好像來到這個地方，一直在瓦解我們很多對於一件事情的觀點跟看法，然後最後我們下的一個結論就是，所有的問題都是自己的問題。我們才發現我們有多妖魔化它。
結果嘞，發癲的是我們。所以這個也是我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這個的確是我們在這一趟旅途當中意想不到很棒的一個收穫。因為第一就是 Uni 也才發現到說，原來過去的這些東西帶給他那麼強大的創傷感，像他以前都不覺得這東西有什麼，然後是這些生理的反應不得不去讓他承認，其實這些東西以為的沒什麼，他背後都帶給他很強大的不安，跟各方面。所以我會說，來這裡上瑜伽課有什麼特別的嗎？我覺得無論是瑜伽，無論你有沒有來尼泊爾，只要你願意打開往內探索自我修行的這條道路上，你做什麼樣子的東西對你而言都是很有意義的。在我們還沒有開始分享到底台灣的瑜伽師資跟尼泊爾瑜伽師資課有何不一樣之前，我們先分享這段故事給大家。因為無論學瑜伽也好，學頌缽也好，學任何療癒工具，最終還是要把力量拿回內在。而現在我們在這裡體驗的一切，其實就是慢慢在把那些主權意識拿回來的旅途當中，這才是我們學瑜伽最大最大的價值。你自己感覺？对啊，因为我就會覺得說，好像好，要是老師沒有這個轉變的話，那我就會覺得這裡就是很安靜，然後很安全的地方。那如果我到下一個地方，它不是這麼的安穩的，對，那我是不是又還是一樣會回到本來的狀態？對，就是所以，我好像前面也有點下意識，就會覺得說，哦，我來到這邊就很安靜、很安全。可是其實我沒有想到的是，我要怎麼把這份安定感帶回去，因為我不可能一直定居的，就是突然定居在這邊，就是不回台灣。可是這樣也很像就是逃跑的感覺，對，因為我本來辭職旅行的前提就是我不是為了逃跑，我是因為想要做這件事情我才會去做，我不是單純想要逃離本來的環境這樣子，是因為你想知道你還有什麼樣的可能性是你不知道的。就是我的前提我是想要探索，我不是想要逃跑這樣。對，就我就覺得老師這件事情也讓我覺得說，對我也不應該預設就是這裡就讓我很安全，所以我才很喜歡。一定要安全。對，就是它的其實環境就是隨時在變動。對，它沒有你一到這裡它就只能這樣，沒有，就是真的跟人一樣，人就說變就變。我跟你講，說翻臉就翻臉。我們也是一直說變就變啊，我們還這邊還這麼想說這股情緒怎麼來的？然後我們兩個聊完半小時之後就說沒事了，沒事了，是不是不生氣了？一開始一坐下說，其實我很火大。沒事。所以真的都是這樣，修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刻的外在反應，其實都也在投射你內在的東西。所以我覺得我們兩個很幸運，是因為我們有這些感受出現的時候，我們沒有避諱這些感覺，我們甚至是好好坐下來去看看那些感覺。可是我覺得你能夠做到現在這樣，也是跟我2年前認識的你不一樣。因為2年前如果你發生這樣的事情，你可能會覺得不就這樣。你不會想要再跟好像沒什麼啊，就是人就這樣，人就這樣不舒服，那也沒辦法。對，就我們不會往內再去更深的探索，那些背後的訊息是想要告訴你什麼。所以我覺得很有趣，我也很開心，就是這一次的旅途可以跟 Uni 一起來，因為我們2個認識3年多了吧，是大學同學。對，所以我們2個的轉變都很多，然後我沒有想到有一天我們2個可以一起走在修行的道路上面，這是一個我都不知道我在修行，原來這就是修行。我覺得面對就是因為我之前有看到一個很棒的另外一個修行的翻譯，它的修行的翻譯就是 spiritual experience， 意思就是說體驗。往靈魂層次的體驗，因為可能以前我們都是在表象的，比如說我體驗上學，我體驗工作，我體驗賺錢，我體驗家庭關係。可是能不能用靈魂層次的去體驗這些家庭關係背後所帶給你的東西？我覺得它是完全不同層次的。所以我們能夠一起走入這樣子的 spiritual experience， 是我覺得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對啊，我那時候還在跟他講，我就說，如果我們2個沒有一起，然後這股氣他會如何一個人處理？我會怎麼？我就會一直覺得很不舒服啊，對不對？然後那個東西就在那。對，因為我現在就是我很愛把自己的感覺整理給 ChatGPT， 可是我可能就是會這樣子整理吧。可是我不確定整理完會不會有像現在就是那種輕盈的感覺。輕盈的感覺，對。那通常只是把我的感受梳理出來，可能沒有真的理解。對，我覺得多了對話一定會讓我又更，而且我也聽到可能你的感覺跟我的感覺之類的，所以一定會比跟我自己不一樣。所以修行路上有人陪也是很棒的喲。好，所以講了這麼多呢，我們接下來
跟大家聊聊，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比较好奇跟想要知道到底尼泊爾跟台灣學瑜伽師資課的不同。OK， 我其實有整理了一個表，然後這個表呢是這樣的啊，有一些比較基礎外在條件的東西。首先，第一個學習的方式，在尼泊爾學瑜伽的天數嗎？因為我們這次參加的是 RYT 200小時的訓練，所以我們總共就是24天。可是這有很多不同的方案，所以這是依你自己個人去選擇，所以天數不是一定的，對，对。然後在台灣的話呢，因为我們沒有在台灣學過，然後我也沒有問身邊在台灣學 RYT 200的朋友們他們的學習方式，我們就以網絡上我們可以截取到的資訊是，通常在台灣的 RYT 200會是3到4個月的週末班或者是密集班，就是他可能沒有辦法在短時間之內密集的去完成，因為他要配合他的工作跟他的休假的話，他就必須得要分天學習。所以學習的方式，我覺得最不同的是連續學跟分開學的差別。那你覺得連續學瑜伽有什麼樣的好處？就是我覺得你的因為光我們自己每天都在做了，我們早上還是會忘記前一天做的動作，因為它很多都是順序，它體位很像，可是其實是有小小的差異，所以光我們連續學你都會忘記了。那我覺得分開你就一定你的身體就會忘記你可能上禮拜學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說，我覺得連續的效果比較好。就是你在短期內你可以把這個東西很快速的吸收起來，你當然之後還是要持續進修，就是如果你要更深入，可是你的身體一定密集是比分散還要更效果還要更好的。我剛剛想到的事情是，如果是像台灣分開學的，那當然他回家也可以大量的練習，对他來講可能也是密集的大量練習。就比如說我在教室學完，可是我回家還是每天練，然後下一周來的時候，也可以帶着他每天累積的東西到課堂上。但是我覺得我自己的體驗是，因為我們無從比較，我們就純分享我們的體驗好了。我自己的感覺是，每一天密集的接觸瑜伽精神，它真的會轉換很多你的內在氣場。就有點像是你一天吃一點鹽，跟你一次吃一把鹽，一定是一把鹽超鹹的嘛，可是到最後一天，可能你們吃的量是一樣的，可是你一次吃，它對於你的反應會很大。所以那種感覺就很像是這些密集的程度也很深化我們的這個體驗。就比如說，你看我們就是住在這樣子蟲鳴鳥叫的環境底下，你們現在應該有聽到。那這個蟲鳴鳥叫的環境，你長時間在這個氛圍感的時候，你的身體會有記憶。因為其實科學上也有講說，你21天的連續改變同一個行為模式，其實你的習慣會有所很大的變化。所以我們連續這樣子做，就很像是濃縮你的體驗，但是那個濃縮的背後也是伴隨着深化。這是我自己的感覺。OK， 第二個問題是，尼泊爾跟台灣來上課的預算有什麼不一樣？因為我們是從台灣飛過來嘛，那我們的預算就會加上機票跟簽證這些費用。每一家不同的瑜伽中心的行情價大概就是3到4萬，那加上我們自己訂的機票跟簽證，那簽證有不同的天數，那我們自己是90天，那總共我們這樣加下來的費用，總共差不多會落在5萬塊左右。對，蠻便宜的。然後我們在台灣看到的 RYT 200的學費，差不多就是8萬到15萬之間。然後大家就可以自己去感覺跟評估看看。好，那第3個就是環境氛圍，學習環境氛圍。因為我自己講我自己之前上瑜伽的經驗，因為我是小時候社團有上過瑜伽課，對，然後大學又選修瑜伽，對，大學有選修瑜伽。因為我自己小時候跳芭蕾舞，所以我筋很軟，所以我就覺得这事情對我來說挺輕鬆的啊，對，所以我就也喜歡做這件事情。可是之後長大之後，我接觸了瑜伽，因為我沒有特別去瑜伽的教室上課，我就是在健身房裡面上團課。那我就覺得上團課它時間比較短，所以它就是很壓縮你的教學內容，所以我只有覺得我在做伸展。對，那我就會覺得說，那像做伸展而已，那我是不是在家裡自己看影片就 OK 了？的確是，我也不需要去跟大家一起做伸展啊。對，所以我主要會想來的一個原因就是，我覺得我會想說，想要看看，因為我原本也不知道實際的情況，我只是想說比較看看那個學習的氛圍的環境會不會讓我有什麼感到什麼不一樣。
對對對，在台灣的瑜伽就是做伸展嘛，可是來這邊的話，我是真的有感受到他們是瑜伽对他們來說是生活的方式。我們在台灣接觸到的瑜伽就是體式而已，对，就是拉筋，就這樣，差不多，僅此而已。可能是我自己接觸到的啦，对对对。我覺得一定也有很多是也把瑜伽精神融入在裡面的，但是我們就以大眾能接觸到的瑜伽，的確是這樣。對。然後在這裡的環境氛圍，我覺得第一他們在山中，你們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環境就是相當的，放眼望去不是草就是山，不然就是鳥，真的。然後早上還看到蝴蝶飛來飛去，這是很幸福。所以你在山中的環境相對之下，自然融入在其中，它的能量場是很強大的。那大家知道能量共振原理的話，我們在修瑜伽，它不单单只是動作，它同時也代表着整個你生活的方式，所以它讓你的生活節奏整個人慢下來，然後同時又被很純粹的狀態跟自然的氛圍裡面給共振着，相較之下你的雜念會很少。我們又是抱持着我要拋下台灣會干擾我的一切而來到這裡，所以相對之下你已經是做好很強的心理準備，你才會出現在這個地方。所以各方面身心靈的校準會讓你整個人的氛圍還有整個人在體驗這其中的時候少了好多雜念。就比如說如果可能在台灣的學習環境氛圍，你可能還需要上課，你可能還需要去處理工作，或者是你整個人是在一個都市的環境下的时候，那自然而然那些干擾跟在純大自然的環境肯定是不同的。我覺得它會給我們一種無形中你不需要用力都可以自然放下的那一種感受，這個是我覺得我體驗到最大的不同。我講一下我就是自己體驗到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之前在台灣做瑜伽的時候，我只有自己在家裡做瑜伽的時候，我就做瑜伽的時候会一直瘋狂的打哈欠、流眼淚這樣子。那我有去查那是什麼反應？对，就是其實我們的身體是比大腦還要更早記住壓力的。就是很多時候呢，我們日常累積的焦慮跟一些委屈啊，它不會轉成具體的故事存在大腦裡面。可是其實你的肌肉跟筋膜都是有在記憶這些事情的，可是你自己沒有意識到。对。那所以你在放鬆的時候，你的身體就是會排出這些壓力，所以它就是用這邊講的是，就是它就是直接它囤積的能量壓力，它會直接跳過大腦的邏輯，它直接化成就是可能打哈欠，我就是有淚水這樣排出。对，這是我之前在台灣的經驗。可是我那時候就是也沒有想太多，沒有想說這是什麼。然後我在尼泊爾這一次呢，我是有一次我冥想到一半，我通常就是你們應該大家下意識都會覺得哭就是難過，或是可能或是感動到哭之類的。我那時候冥想的時候，我是沒有想到什麼特別的事情。結果我的眼淚就是啪啪啪的狂流，停不下來。那我原本想說，天哪，聽起來好瘋哦！你冥想到瘋，你是有點怎麼了？对。然後我之後也是查才發現，就是我的神經系統在這邊整個放鬆下來，所以我的身體他覺得這邊很安全，然後他才會有這個反應，很自然的反應。沒錯，就是一次冥想到哭，然後一次也是跳舞跳到哭。对，沒錯，聽起來都是很瘋，可是反正就是身體的正常反應，就是他在幫我釋放一些我自己累積，可是自己又不知道的、沒有意會到的對那一些能量。沒錯，那我就覺得就是他在幫我排空吧，我就覺得這個過程其實很舒服，因為你們應該有時候哭完還是會覺得很緊很悶，然後覺得很不舒服，就是哭完是覺得有點好累，就耗盡力氣的那種感覺。对，可是在這邊的哭，我是哭完覺得好輕盈，好自在，好自在那種感覺。對。的確排毒就是這樣，就像是洗澡一樣，能量洗澡，我把它稱之為能量洗澡，整個就被洗了一遍了。又加上一說到這個，我覺得還有一個蠻大的不同是，瑜伽其實超越很多大家所想象的體式，它包含了很多，比如說6大的清潔方式，所以我們每天早上都要洗鼻子嘛，每天洗真的不一樣第一天覺得腦袋進水，到越來越後面開始越來越能適應如何讓腦袋不要進水，然後他就這樣子每天去清理你的黏膜，所以你在短時間之內密集的清理你的黏膜，你的身體真的會有很棒的淘汰跟更新。這個是我自己目前感覺到很有差的地方。好，然後再來第4個不一樣的是語言要求。因為畢竟台灣上課跟尼泊爾上課語言要求肯定是不一樣的。你自己感覺呢？就是因為我本身就是英文真的是很不如何這樣，就是因為台灣的教學環境就是讓我們英文就是
沒有真正使用，所以我自己啦，我覺得我大概就是聽懂大概4到5成，而且因為我們來尼泊爾，所以老師的口音就是比較跟我們所理解的英式發音跟我們習慣的英式美式發音比較不一樣，所以一開始其實大概2到3成，那現在聽大概5成左右。对。可是因為其實現在科技發達，所以大家不用擔心這個問題。我們老師非常會使用 ChatGPT， 他就直接放在那講一句，他就翻譯。對啊，可能我還有一個人體翻譯機，我就可能只是一個單字聽不懂，我就先問他一下那個單字是什麼意思。所以其實整體上課下來不會有太大的語言溝通問題，因為現在科技發達，沒錯，對。所以語言我是覺得你不用擔心這個問題。就是你的身體的體驗會比你語言這部分的問題還要來的就是明顯跟重要。對，我會這樣子說。當然在台灣它是一個你完全都能夠懂的嘛，那我們在學瑜伽的時候其實也會學到解剖學跟肌肉位置，然後甚至是一些專有名詞，对我們來說的確不是一個容易記起來的東西，可是因为有配合 ChatGPT 的翻譯，所以對我們來說一切都很自在，而且原因是因為我們從早到晚都待在這邊，所以你有任何不會的問題、不清楚的東西，你就直接在教室問到你懂，問老師，你就問到你懂。比如說老師他說 this part 哪一 part 是這裡嗎？就是這樣子多做一些來回交流跟確認，反而對我們的學習體驗是另外一種不一樣的加分。然後我覺得還有一個語言是不一樣的是，我們在學梵文，不是英文哦。对，因為瑜伽這一個精神在3000年前就是用梵文流傳下來的。然後因為我們老師他是修習瑜伽學的博士，所以他們是很深入去了解這一個梵文它背後的歷史背景跟故事，所以在我們教學過程當中，他其實都跟我們講梵文，包括很多體式其實都是梵文延伸，只是因為中文環境就很支持所有東西都被翻譯成中文，所以其實我反而是不知道那些中文怎麼講的，要去花時間去對。但是因為我們學習的是比較我會說從源頭的語言去學，所以它對我們來講又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然後能夠多接觸梵文這一個領域，其實很酷欸。我每天都在講，因為很多梵咒都是梵文來的，所以梵文之所以可以變成梵咒，它背後有它的能量運作原理。所以我們在學這個體式，學到它源頭的梵文的時候，其實在運作瑜伽的時候，聲音的振動頻率真的會有所改變。我覺得我用梵文去學瑜伽，跟我以前在台灣學瑜伽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氛圍感。你自己的感覺？我自己的感覺就是在台灣學的時候，我也有上過一些課程，就是它是有請我們就是跟着一起念這些梵咒的。可是我們以前念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你沒有意識的去做，他也不告訴你為什麼，然後你也沒有去問，然後就是你就是跟着做，所以其實念了沒感覺。可是在這邊的話，你就是會覺得。我自己沒有到非常非常敏感，可是我念完之後，我就會覺得你離這件事情更近了。對，就是更近一點，然後我比較可以沉浸在這個瑜伽的感覺，然後那個氛圍，然後讓我整個人更穩一點。對，因為我自己是焦慮腦，就是我的腦袋長期是就是不需要有什麼重要事情的，我不需要明天有什麼重要事情，我沒事，我的腦袋就是會跑一些鳥事。大小事就是會這樣唰。可是我覺得念完讓我邊做的狀態可以比較的舒服穩定。對，當然不是就是我的腦袋就淨空，我也還沒有做到這個地步。可是我相較起來是沉穩很多。我之後再錄一期 podcast 來講梵咒它的背後的能量運作原理，大家就可以知道為什麼差這麼多。因為我們在一個離這個文化最近的地方去學習瑜伽，那個感覺是完全不同的。然後又加上大家知不知道，其實佛陀的誕生地是在尼泊爾，所以我們在修習一些瑜伽哲學課的時候，我們的老師也會跟我們講很多有關於佛陀他背後的那一些智慧，然後跟那一些他自己本身又是，我們有2位老師是夫妻，一位老師曾經是尼姑，然後一位老師曾經是僧侶，所以他們2個又在這樣子的環境背景下面，可以給我們的東西還有深度跟層次又很不同，因為他就是離這個文化最近的地方，所以我們就可以有更近的體驗。每一個人一定都會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老師。那我們2個之所以會來尼泊爾學習，也許就是我們體內有那個古老的智慧需要被引導出來。然後我們對於佛陀的智慧，其實聽的也都超級好玩。所以哪怕全部都是英文課，我們都覺得
這課太好玩了，真的是太好玩了。我每次上完課都有很多的輸出，所以大家在 IG 上面看到我輸出短影片，都是每一次課程結束之後我很有感覺的地方。那剛剛就是我們整理出來，也許大家會比較好奇跟想要了解更多資訊跟比較的一個我們能分享給大家的比較表，這樣子經驗啦，沒錯。然後接下來想要跟大家分享，在這個比較表以外，我們自己很喜歡的內容，然後跟很意想不到的收穫，到目前為止。没錯，你自己好。那像是我們之前在台湾上的瑜伽，就是接觸到的就是體式，就是動作那些。对，那我們來尼泊爾，我們主要體驗到不同的部分是，他們瑜伽對他們來說是精神，一種生活方式。对。所以老師就是有帶我們去體驗，像是去他們的廟裡去他們廟裡跳舞，对，反正就有时老師也是很 chill， 他行程超 chill 的，他都是不是前一天跟我們說明天要幹嘛幹嘛幹嘛，沒錯，他就會說，那不然就比如說像剛剛我們照理來講，下午其實是有一個睡眠瑜伽課，然後他剛剛就突然說，吃飽飯之後。那個就 skip 掉下一個課程，直接4點半開始。然後我們就想說，好啊 ，OK， 也覺得很正常，因為我們的課表常常在換。然後那一天也是這樣，那一天就上完課之後呢，然後他就突然說，我們接下來沒有任何課程了。我說哈，為什麼？然後他就說，我們接下來晚上我們去參加旁邊有一個很大的印度教的廟，然後裡面每天都會有 ceremony， 然後我們今天去那裡玩。對，然後我就想說，好啊，如果你要帶我們去玩，那當然好啊。然後我們就去到那個廟裡，廟裡的情況你可以跟大家分享看看。好，就是一開始我們去的時候，就是他左邊男生右邊女生，然後他就是分開坐，然後大家就坐好，然後就是前面有人在演奏一些，面對着他們很多個神像演奏，对，面對神像演奏，然後大家就是會跟着唱歌，然後擺動身體這樣。可是前面的階段就是大概大家就是跟聽音樂冥想，然後跟唱歌，對，大概我覺得1個小時，有1個小時，有。對，接下來下一個階段，大家才會開始跳舞。對，然後就是全部的人就一起跳舞，就站起來。對，沒錯，不管認識不認識，就是還有繞圈跳舞啊什麼之類，就整個氛圍就是很舒服，很舒服。就你沒有想到他們可以這麼自在跟歡樂的沉浸在這個氛圍裡面，因為你說要在台灣。哪怕是我們比較偏宗教類的聚會，我們會一起唱歌什麼，可是你真的不會一起跳舞。對，就是感覺在廟裡會讓人既定印象就是要很莊嚴。對。可是像我們有瑜伽老師，他有女兒，然後女兒一進去，大家還在冥想的時候，他就已經開始大跳那種。對，還一直撞到別人。可是大家就是在尼泊爾，他們這邊對小朋友就是也都蠻包容心蠻高的，就他們就覺得很正常，這是小朋友的反應，就很自在。整個氛圍就是很。不像去廟裡的那種感覺，就是我們真的是去狂歡，對，去一個 party 的感覺，對，真的是去 party，只是它背景音樂是鼓，然後喇叭，然後跟手風琴這樣子的綜合，對，而且感受得到，就是他們的人去那個廟裡面是去放鬆的，不是就是我今天真的是我要來求什麼，我就是沒有，我就是來這裡很開心，就是來玩來放鬆的那种感覺。然後後來老師才說，其實你們剛剛在做這件事情是奉愛瑜伽，奉愛瑜伽。那我想說，哇塞，連這個也可以有瑜伽，所以其實來這裡就一直在打破我們舊有的觀念，就是瑜伽它好像只是一個讓自己身體變得更好的一個運動管道，更多的事情是，如果每一個行為它其實背後都在改寫你內在的狀態的時候，那個就是所謂的靈性。那這個靈性跟瑜伽在一起，其實你所有的行為都可以變成某一種瑜伽，你所有的行為都代表着很棒的意義，你都在滋養自己，你都在改變自己的生活形態。所以我們才知道，原來奉愛瑜伽就是開心的跳舞，沒錯，這就是奉愛瑜伽，沒錯。然後我們還有在公園裡面拔草，對，我們還有一個叫做行動瑜伽，不是公園就是這邊啦，就在這邊。他說好，我們今天的課程就行動瑜伽，來拔草吧。然後我們就這樣。就是如果在台灣，你上課上到一半被叫去拔草，會覺得哈，為什麼要花錢來拔？為什麼要花草來拔草這樣？對，可是對他們來講，的確就是他就會跟我們分享說 ，Karma Yoga 它背後的 Karma 的運作原理，也就是說，你去如何為這片土地付出，相對這片土地的能量會回應給你。所以他真的跳脫了很多我們認為很有目的性也好，或者是好像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帶給我很具象化的利益，對的觀念就會慢慢打破，因為很多那些能量的回饋都是在這些小小的
你意想不到的事情裡面，而不是說你給我100，然後我拿到你的100，沒有，你就是付出你的時間去滋養這個土地，那他會給你什麼？你就可以去親身體驗跟感覺看看。對，結果那天我們換一個心態拔，我們就是那天我們也拔得蠻開心的，拔超開心，就是沒有覺得說為什麼要叫我拔草，我們就覺得好好玩，好好玩。拔草，在這裡你就會覺得所有事情都很正常，也很合理，因為你會放下很多你在台灣的框架，而且大家就一起做，也不讓你覺得说為什麼就是我要拔草，這樣大熱天的，大家全部一起拔，很好玩，超級無敌好玩。那還有什麼你觉得比較印象深刻的？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他們的食物？我們在這邊，因為我們有說吃跟住都是包嘛，所以吃的部分是我們的女生的老師都是煮，就是他自己煮的這樣子。对，因為他很喜歡煮料理、煮飯，沒錯。好，因為我們這24天全部都是用阿育吠陀飲食療法，然後並且是全素食的方式去體驗的，所以我們每一餐都超級無敵乾淨，要麼就是豆子，要麼就是生菜加上熟菜，然後加上一定每一餐都會有一碗優格。沒錯。然後我們最棒的體驗就是我們基本上每天都在跑廁所，而且是順暢的，不是那種肚子痛的那種，就是你吃什麼就拉什麼，對，就是你自然排便的那种，而且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肠道菌被重整了一遍。我觉得狂吃优格也有差，然後吃素也有差。因為在台灣，像我們在台灣就是狂吃肉的那種，对，因為我們吃很多肉，然後來這邊，我一開始也會想說，天哪，我吃素會不會很不習慣？因為其實他們在裡面吃素，可是他們沒有阻止你說你去外面不能吃，對，你去外面不能吃。所以其實你要是吃的不習慣，你也可以去外面買，也可以。对，可是我自己個人，因為我超級無敵大挑食，就愛吃肉又不愛吃菜。對，我是挑食怪，我可以吃菜，可是我很挑，可能像茄子、苦瓜、芹菜、香菜，反正那種味道比較重，拿來當辛香料的菜我都不愛，無法接受。对，可是在這邊他們就是可以調味的，讓我可以接受，我不會到像我自己吃下來的感受，就是我覺得。我沒有覺得超好吃，可是我不會吃到覺得很痛苦，或是覺得說我一定要出去吃肉。沒有，我在這邊，他們超怕我們沒吃飽，對啊，就是一直狂餵我們，所以我每一餐都吃得很飽，我還飽到有一次跟他說，請先不要幫我準備午餐，我想要先靜靜這樣子，我肚子需要靜靜，對，太飽了。我覺得吃完身體是很舒服的超輕。我跟你們說，這陣子就我體驗到現在，我的腦袋沒有這麼清楚過，就是因為。像我之前有形容過，在我的 vlog 裡面有分享，就是當然吃素跟在這樣的環境底下，還有你內在的腸道在重整。如果大家知道的話，其實我們的腸胃是我們人的第2個大腦，它比你任何器官都還要重要。所以你把腸胃顧好，你生活的各種狀態都會好，包括腦子也會跟着好。所以我就很明顯感覺到吃乾淨的食物，然後又加上素食的關係，所以你內在那種沉重感變少的時候，腦袋超清楚。因為我結束之後我還要工作嘛，所以我每天還是會花蠻多時間在工作。可是在工作的時候效率很高，精神很好。然後我們又準時12點前睡覺，然後早上6點半就會起床。沒錯，身體它就是會自動已經，因為吃得很乾淨，跟加運動，它已經幫你自動調了一個就超健康的很舒服的作息。沒錯，你起床也不會有那種起床了完全不會，而且睡覺也是躺下來就秒睡。對，它就是讓你睡眠品質也變很好。因為我之前就算我很晚才睡得着，然後我起床我就是因為晚睡嘛，所以我就晚起。可是晚起我的身體還是覺得好累。可是在這邊就算我只睡，就是我們因為很早起，我不敢直接說，我覺得神清氣爽，超有精神，不至於。可是我的身體是覺得它是有再補回能量的，對，它有讓我休息到這樣子，對，然後我一整天，我們也不會，因為其實我之前我在健身，所以我是每天都沒有到要求，可是我會盡可能吃到就是很夠，大概80克左右的蛋白質。我原本也想說，天哪，我吃素，我的身體，而且我們每天又那麼長時間的在運動量很大，那我也沒有因為吃素讓我變得沒力氣，完全沒有。对，所以真的很多東西，真是你要親身去體驗你身體的反應，你才能知道什麼東西適合你，什麼東西不適合你。聽你身體講話，真的。所以我們這幾天就是大量在聽自己身體講話，因為你身體的反應很明顯啊。
你吃完這個食物，你會不會感覺到開心？你是完全超明顯的。因為我就很印象深刻，我其實是個很重口味的人，所以我很喜歡吃麻辣燙的東西。可是我來這裡完全改變了飲食習慣之後，我可以很明顯感覺到，以前是我頭腦想吃這些東西，吃完之後我頭腦會覺得很滿足。可是在這裡是我吃完我身體想要跟喜歡的食物，我是身體很開心的那一種。所以而且重點是因為他們的食物就是很原型，所以我们全部都是原型食物，然後又很好吃，所以你们就知道真的很幸福。像他就覺得很好吃，像我就覺得，我覺得很好吃，像我就覺得可以接受，可是不會很痛苦。不稱上好吃，我覺得應該是比台灣的素食好吃，因為台灣的素食可能比較油一點哦。可是他们這邊對料理方式不一樣，然後他們這邊是很清爽，所以我吃完對，他們東西都是燉的。對，我 OK，不吃。挑食的人覺得 OK， 對，而且重點是吃完之後呢，我從來沒有吃一餐半個小時以上過，因為都是原型食物，然後你會自然而然的細嚼慢咽，然後又是生菜你其實也無法吃快到哪裡去，你要烤，花一點時間，所以我真的沒有那麼慢吃過飯，然後那麼長一段時間，我就真的覺得我身體其實很滿意這樣子的生活節奏，但能不能把這東西帶回台灣，就是我們自己個人的休息跟考驗了，沒錯。然後呢，他們其實我們的瑜伽課不單單只是練體式，而是它中間會穿插很多療癒的工作坊跟一些阿育吠陀的體驗。就比如說，像我們下禮拜要去爬山，就是因為尼泊爾其實他們的山是非常漂亮，跟進入到山林裡面，其實也是內在調節的一種。然後我們也會煮飯給老師，就做文化交流。然後還有像我們前天就體驗了阿育吠陀的對草藥肌肉修復的療法，然後我們在中間還會有可能銅鑼浴啊、頌缽課啊，然後或者是睡眠瑜伽，就是一些很好玩的東西融入在這些課程裡面的體驗，你就會覺得好。每一天都有新的東西在發生，所以你會對於這些重複性的東西是不會枯燥乏味的，你反而會很期待我今天又可以如何探索自己的身體。對，那最後你還有沒有什麼想分享的？好像講得差不多了，講得差不多了，差不多就是這些內容，就是我覺得主要這些是我們的經驗，那我覺得大家就是要體驗看看才知道這種感覺。對，我們就是把我們的反饋，把我們喜歡的這樣子的體驗分享給你們。沒錯。對，而且又加上，我覺得還有一個最特別的是，因為你在學瑜伽，你不單是學瑜伽這門技術，你其實你在跟誰學也很重要，因為他如何理解瑜伽，也會是你未來會如何理解瑜伽，你會複製一樣的道路跟路徑。還有一個我最喜歡就是老師的生活態度，是我們一直在學習，包括他在教育他的女兒的時候，每次我們兩個在旁邊觀察，都覺得哇塞，好有智慧，跟有好多東西是可以去更深入探討的。所以這些東西都是我覺得我們在這裡很獨一無二的體驗，也分享給大家。每一個人來到尼泊爾也不可能會有一模一樣的體驗，可是如果我們的分享有讓你感覺到好像這是一個你可以去嘗試的方向的話，那太好了。所以呢，我們之後也會有一個我來專門訪談我們瑜伽老師的一個節目，然後大家可以移駕到上面去看。然後呢，我們也會把我們所待的瑜伽中心的聯絡資訊放在這裡，你們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話，請你們友善的詢問，因為他們一定會知道。他來台灣來的，他台灣學生也不多，所以他一定知道是誰介紹的，所以大家可以友善的詢問，然後我們也非常歡迎大家都可以來尼泊爾去體驗我們很喜歡的這樣的生活。那後續等到瑜伽實習結束之後，我相信我們兩個又會有不一樣的感覺，那我們就會在 vlog 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也可以來看我們在尼泊爾生活的 vlog。然後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歡迎在底下留言，包含如果你是一個在台灣學瑜伽師資的人，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你所體驗到的有什麼不同。我覺得這樣子互動交流會讓大家有更多的參考的面向可以去感覺看看，就是歡迎大家來體驗。沒錯，歡迎大家來體驗，在哪體驗都好，就是到處體驗，就到處探索，我覺得很棒。沒錯。我們老師來了，好，老師剛剛來找我們。OK， 所以呢，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天的分享，那我們就下次見嘍，大家拜拜，大家拜拜，謝謝你來，拜拜。你怎麼在這？嗨。他嚇到，好可愛的狗狗！哎呦，你要上來 up， 他不會 up， 畢竟他是家狗。對，好可愛，他的眼睛好漂亮哦。我知道你其實是拉薩狗。下去，姐姐今天很漂亮，你不能上來。還有帶那個恰扎布，他身上有恰扎布，好好笑。